剑锋同志，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，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，并且跟共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，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。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。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，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，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，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。那具体的，你们想怎么做？我认为，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，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，前一阵子，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。这个时候，绝不能有半点差池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所以我建议，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，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，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。周总长思虑周全，的确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还不能定性。那被致申请，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。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，但是我得提醒你们，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，抓共谍重要，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。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。保密局呢？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？这个不知道，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，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。总之，多防着点他们，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。明白。那要不要通知他们，该回家的回家？稍等，我得请示一下总长，让大家稍安勿躁。老师，我刚知道，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，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，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？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，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。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？我有个担心，万一我们被控制住，顾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？他们会不会去武功馆找证据？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，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功馆。外线掐断了，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。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张副官，总长，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报告，吴司长，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。好。
部次长，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。学长，我就奇怪了，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？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，我好帮你梳理梳理。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就是我现在的心情。总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，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，我都是前不久从建峰同志嘴里刚听到的，对吧？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，正好查个水落石出，也好还我清白。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，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。行啊，那就让他们查吧。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了？马上，快点！哎呀！来，学长，坐，喝茶。哎呀，要谢谢总长，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。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？现在只不过是怀疑，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。到那个时候，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？学长啊，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建峰同志亲自下令，保密局跟2厅联合调查，现在整个国防部就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，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。是，学长受委屈了，耐心等待。请进。卑职古正文，奉毛人凤局长之命，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。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？不好，凑近点儿，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。这种情况，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。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，你懂吗？懂。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，是有危险的。毕竟，我只是配合调查，并没有被缴械逮捕，你清楚吗？清楚。吴司长，调查组职责所在吗？好，那请坐。那谢谢吴司长。我们聊聊。聊聊。古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？啊，民国24年。哦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。抗战期间，
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，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，对吧？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？民国30年，6年。我知道，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，被日本人俘虏了，受了不少苦。我们不说投降，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，直到抗战胜利，对吗？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，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。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，才如此重用的。戴老板说过，这是渗透日军，是渗透还是汉奸，这个也需要调查。是渗透，3方渗透。看来吴次长，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。那当然，你一次次的针对我，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。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，也做了不少功课吧？来说说。那就说说。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，那么我首先会问，请问吴次长，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？海东青这个计划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进入调查组之后。那你凭什么断定，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？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，那我会追问，以您的军事能力，想必不用直接参与，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。你是这么分析的？好，你现在是调查组的，你有权限，你可以假定，在这之前，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，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。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，我也认。谷组长，吴次长，您说笑了，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？是吧？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，您的副官聂心他招了，他推演出来了？不是，是他承认了，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。哦，那说来听听，他怎么承认的？据聂西交代，他负责外勤工作，您呢负责整合分析，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，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。今夏情报如此，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。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，有证据的话，那就枪毙他；如果他
他指认我是共谍，有证据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枪毙我。聂曦跟随我多年，做我的副官。如果他真是共谍，你们不枪毙，我也会枪毙他。但这一切需要证据，顾组长。是啊，看来我这个功课做的还不足。你做的很足啊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啊？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，你的功课是什么？回吴司长的话，裴植做了功课。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，那裴植只能选择告辞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是，请吴司长示下。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，但是你还要转告他，在没有证据之前，只有蒋总裁、剑锋同志，还有他，可以问询我。像你这种，没有资格。以后再来，我会不客气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把门关上。是。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，但你得理解我呀，都是为了工作嘛，是吧？那个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，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，都招了，全都招了，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。我帮他，哎，那不对，我逼他，我拿刀逼他，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，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。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，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。您这么说，是嫉妒我人缘好，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？聂曦，我能比你年长个1、2岁，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？啊，只要你从实招来，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，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。而且你想想看，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，对吧？你看看你，年纪轻轻，一表人才，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？对不对？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，听得我有点感动。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，我又能坦白什么呢？毛局，段队长，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，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，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共谍痕迹进行销毁。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，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。龚正文，你想出奇制胜，想法是好的，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，这个搜查令啊，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。没有搜查令，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，你也是不能进去的。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，谁担这个责任？
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？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，我认为不妥。确实不妥。是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有搜查令，再积极有什么用啊？是。邱兄，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，毕竟呢，建峰同志责成审办案，是，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。是，理解。这包子真不错。那当然了，这包子哈，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。哎，于队长，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？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。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，只要你如实偿。是啊，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。想通了。你说啊，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，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较这儿。确实是。说说。是这样，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，我都知道。但是都归档到纪要科了。就是你的意思是，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？如果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带我去找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得保我。没问题呀，这没问题。但是我得请示一下吴组长。这事还用请示啊？你行动队队长，说了不算。没事，太难为就算了，等我来说。走，我带你去。我们是调查组的，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。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。不用了，林文远，请转告我太太，我和吴次长被保密期栽赃，沾了一身臭屎，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件换洗的衣服。什么意思？你不要指证部长了吗？我要换衣服，你们不帮忙，我就拜托我同事。我什么？我林文远，帮忙啊！我们正在办案啊，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。是，明白。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见公馆，但咱没有搜查证。你有枪啊，慌什么？值班室，稍等。安美，电话。谢谢啊。喂，我是。谢谢啊。
是吗？阿美，你怎么来了？吴次长昨天回来了没有？没有，我等了他一夜，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。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。刚才有个逆袭的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，回不来了，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。什么栽赃？什么意思呀？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，就这么2句。周办，董事长，吴太太电话。你好，吴太太。总长在忙，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那他什么时候方便？对不起啊，吴太太，这个我也说不准。阿美，怎么样？于迅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。太太，外面来了好多人。您好，吴太太，笔姓谷，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，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。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我刚才说了，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，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。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。要调查什么，在这儿说清楚吧。好。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，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，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。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？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，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。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。吴太太，别让我们难做。下去，下去，都给我下去，下去。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？如果不是，请你们离开。这儿是吴公馆，是我的家，我不欢迎你们。吴太太，军令如山呐，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，等于是违反军令了。吴太太，麻烦你不要打扰我们工作。我是一个家庭妇女，我不是军人。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！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，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？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滚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，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？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，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。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。要进去是吧？可以，那从我们身上踏过去。这是我们家，不是你们家。你哪呀哪里？都给我滚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滚！听到没有？滚！滚！都给我滚！那吴太太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所长，我是真没想到，真是一帮悍妇啊！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。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。可是这是吴次长官邸啊，合适吗？只要拿到证据，就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懂吗？
个是谁啊？是段厅长正在问话。哦。又换你来审我了？啊，司长，不能叫审。我今天过来呢，就是陪你聊聊天儿。聊聊天啊。好，既然是聊天的话，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。武夷山桐木金芽，新茶，今年的，下来了，专门留给你的。哎呦，段某不能收，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。明白，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。会的。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，您现在身陷囹圄，我有义务调查清楚。段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，怎么看？古正文，他也是为了工作嘛，可以理解。如果您是清白的，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。当然，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，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，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。当然，当然。现在呢，只是调查问询。您是国府栋梁，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。总裁一向信任我，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，这等荣耀，我心存感恩，肝脑涂地，为党国尽力。可是现在，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，这难免会让人觉得，总裁无识人之能吗？我受委屈是小，给总裁脸上抹黑是大，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。我就一直在想，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？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，他们想居功至伟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，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！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，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。当然，我们都相信，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。您呢，喝口茶，消消火。我没什么火，只有担忧啊。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，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尝尝我这大红袍。谢谢司长。不错啊，这茶。好茶呀。好喝。有回甘吗？有，回甘清甜。
次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，就是泡起来太麻烦，若无好水，便会毁了这好茶。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啊？但是你放心，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，毁不了你的武夷水仙。谢次长的好茶，也请次长稍安勿躁，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。感谢段厅长体恤。段某告辞了。卑职告退。厅长，您找我？啊，张处长。你去查一下黄捷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，记着，要避着点保密局。黄捷兵团？您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？先去查，要快。好，明白。是我，放松，把门关上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就当没见过我。你别忘了，你收过我的钱的。出去，把门关上。该走的人是你，你现在马上离开，我还可以不告发你。你心里没数吗，小钱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，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，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。第二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。你开枪啊？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公馆所有人都杀了，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。
放松点，小陈。啊！你再让我发现一次，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好，你有种，我等着。谁？谁？太太没事，刚才进贼了，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。您回到房间，回去好好休息。要是有人再闯进来，我就开枪。哎，组长，是我。啊，我都搜遍了，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，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，我都没撬开。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，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。看见你脸没有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周公馆。喂，请周总长接电话。我是来看吴次长的，周总长批准的。您稍等。都臭了。什么都臭了？衣服。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的了吗？嗯？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没事儿，有一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，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。多大的误会啊！非让你练习关在办公室里，觉也睡不好，电话也不让我打。没事，都是暂时的啊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。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？嗯，加油！好了。你没难受吧？昨天没有都没吃药，我给你带来了。没事啊，还好。快坐下，坐。怎么样？家里还好吧？还好。还好。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，怕你担心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。你说。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，说是调查组的。调查组的。有一个人他说他姓古，还有个是大个子，还比着枪，说是要搜查，硬往家里闯，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。
他们有搜查令吗？没有搜查令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没有搜查令啊！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是非法搜查。你怎么知道他姓顾啊？他自己说的。好，知道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晚上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，幸亏小钱发现了。然后天太黑，我没有看清楚，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，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。他偷走了什么？他倒没偷走什么。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？天太黑了，我也没看清楚，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。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，他们这是私闯民宅。他怎么会这样啊？没事没事，别怕啊。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？没事没关系，啊，会过去的。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。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，你别管，随便让他去偷。你和孩子躲起来，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，很想吃你做的饭。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写下来。你还用写吗？就这3个菜，最想吃，馋得很。叶希也爱吃，你多做一份。下次送的时候，如果上不来，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。还有别的吗？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反正你做的都好吃。早点回家，我没事儿啊，别让孩子们担心。好，走。你照顾好自己啊，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面。吴太太，稍等。虽然是不太合规矩，但是吴司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，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，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搜身吗？您能不能不要让我背这难做呀？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，我就不给你看。那吴太太，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？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。你可以，没关系，想看就给他看吧。大嘴，
昨天半夜2点，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，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，没有得逞。大半夜的，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。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？真是太下作了。昨天，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，我没答应，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。建峰同志说了，查共谍固然重要，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。他们再这么闹下去，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。段连长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。卑职明白。张处长，坐。我们查清楚了，黄觉兵团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。哦。接应黄家兵团回来一事，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，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。有一种可能，文件夹被调包了。如果是的话，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。要不要向总长汇报？啊不，保密局是有嫌疑，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。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。毛局长，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，这恐怕不妥吧？这事儿啊，我已经问责过谷正文了，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，想尽快的定案。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？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，证据确凿，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。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，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。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，就此结案，总裁面上无光。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，总裁面上就有光了。你们国防部2厅联合调查，你们面上就有光了。齐武兄，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，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。是啊，你就不要50步笑100步了。齐武兄啊，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？只要是对破案有利，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。好，为师必缺嘛。我的意思是，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，你们保密局和我们2厅的人跟着，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。啊，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。上峰指示，你我要精诚合作嘛。对，精诚合作。聂副官，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，会问一些问题的。那吴次长呢？他需要进一步核查，还不能走。吴氏利用断腿之计想打击保密局气焰，又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，
为聂西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。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，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。进来。厅长，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，也派人盯着他。好，利索一点，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，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。明白。师母，这2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？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，非要硬闯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，被我跟阿美挡回去了。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，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。那老师说什么了吗？还能说什么呀？宽慰我呗。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？啊，3番5次的给他小鞋穿，等他出来，我得让他辞职。那除了宽慰您，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？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，给我写了个菜单。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，还非要写下来。估计也是气糊涂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。昨天要不是她，那2个人就闯进来了。好，我会去的。喂，你好，阿美，谢谢你啊！你出来了。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，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。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遇到点小麻烦，但是应该问题不大。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？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1整夜。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，我就来找你。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？算了算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保重身体。好，你也多保重，早点回家，别太辛苦了。再见。
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，我照做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他选择请你帮忙，说明聂希相当信任你，渗透得很成功。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，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不打紧。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，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，所以我就先做了。不错，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，还是你自己下判断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。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，他有任何行动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将军，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，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，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。于心兄以前交代过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。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。好，我也去趟陈诚那里。建成睡了，睡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跟弟弟说的是，爸爸出差去。哎呀，学长，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，舍身取义，保家卫国。哎，合着到头来了，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他吗？天理呢？天理何在啊？子珍啊，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。你和吴次长，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，闹得是不可开交，人尽皆知。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，这又是为何呀？我是对事儿不对人。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，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，他怎么能是共谍？再说我们在第4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呀。现在他被人冤枉，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。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，他掌握什么证据了？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，自然有他的说法呀。既然有说法，那就公之于众，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？这有意思吗？子珍啊，海东青计划失败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别说调查吴次长，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。你呀，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，在别人面前
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。明白，学长所言极是。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，就这么猖狂的进入国防部。稍安勿躁，静待调查结果。好。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，上面记录了我2次逃脱的经历，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，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。好，同志，太感谢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，观察敏锐，觉悟又高，还看过整封文献，是个人才。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，你交代给他，让他好好干。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？一切照旧，不能放松。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？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。是。老板，刚才是买帮我给我来份。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。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，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。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，你能被放出来，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。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。应该是。老师让我出来，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，
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，没有头绪。鲁南，小江。江鲁南，江小南，有江小南这个没有。江小南瓜饼，小白菜，酱油水。哎，陈将军，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，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。红烧鱼。于小南，于小南。于萧南，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。对啊，他一向身手不错，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。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。就在他身上查。老板，再来碗面线糊。好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，丽文啊？这边有市集嘛，我来逛逛，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。来喽，您的面线糊啊，谢谢。小心烫。在等朋友啊？没有啊。那一个人吃2碗。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，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2碗。坐啊。面线糊啊，要不要来一碗？这是现煮的。面线糊啊。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？哦，送了，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。当时看你的表情，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。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，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？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。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？吴次长呢？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老师还在部里，在接受调查呢。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？对啊，作为副官，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。刚才那伙计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！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，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？阿玲姐真是好福气，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，还算他有良心。当初他找我的时候，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。唉，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。咱不说这些男人了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，刚好就在附近。好啊好啊，我早就想去了。黄包车。不贵吧？还行吧。真羡慕你。师傅停一下。
夏经理啊，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？啊，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，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啊。哎呀，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。哎，点拨不干，太太，你眼光真是。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，闹中取静，堪称台北的静安寺。不骗你哈，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，你今天就来了，这多大的缘分啊！那我打听一下，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？好啊，37号这绝对好啊！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。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，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。你什么时候有空了，我陪你看看去。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是刚成交吗？如果刚成交的话，我们加点钱，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？好啊，好为难呀。哦，那个37号的买家呀，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。他虽然家是出了低了点儿，但我也得罪不起呀。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。哎，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，能透露透露吗？少了2条小黄鱼啊！太太，你说小，2条大黄鱼也不够啊！这是台北静安寺啊！好的，好的。在晚上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，幸亏小钱发现了。然后天太黑，我没有看清楚，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，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。进。正好你来了，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。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？好，那我再重复一遍。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，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，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，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，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，然后惊动了吴太太。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？小钱渗透成功了，他的父母呢在漳州，然后呢，妹妹在台湾，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，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当看护。组长，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，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。先别轻举妄动。你上次行动失败，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，是吧？先出去吧，我再想想。行。小南，最近一定要小心。我知道了，组长。吃饭？去哪儿啊？我和陈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。跟谁啊？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，你上车的地方？没心情，不去了。好，晚上11点，我开车在路口接你。好。至少花了3条小黄鱼，就在爱国西路，于湘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。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，可是寸土寸金呐。就凭真房祖那点奖金，他于湘南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干他们这一行的，突然变出这么多钱，要么是绑票，要么就是倒卖情报。卖情报？根据我的观察，于湘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。为了买房冒险，倒卖情报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
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，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？很简单，从房子查起。长官，爱国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付款人徐山啊，但是户主的名字写的是于小南于先生，这符合流程。于小南是干什么的？客户资料。徐山呢？谢谢你的配合。那没别的事了吧？要想没别的事儿，你得回答我2个问题：一，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，你有代理合同吗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，要不要跟我走一趟？不是长官，那咱俩就天知地知。你知我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长官辛苦了，慢走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こちらへどうぞ。